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一个人的命运不过就是宇宙能量在一个人身上的呈现。一个人所能获取的宇宙能量越多，他的命和运就会越好。我们可以把人类大概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繁荣者，另一种是劳累者。很显然，我们都想做繁荣者。那么，做繁荣者的决定性因素什么？答案是能量。能量输入什么，什么就变强大。那怎么控制或引导能量？能引导能量流动方向的是什么？是注意力。也就是说，注意力是能量的向导。01繁荣者。所谓的繁荣者，就是按照正确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。何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呢？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正确的最重要的事上。问题来了，最正确的事儿是什么？按照格式搭心理学，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融化自己被冻结的一部分。他们说我们在孩子时因为父母的不关心或者别的打击原因，我们心灵的一部分会被冻结。通俗点说，被流放到名叫潜意识的监狱里。他们需要我们的爱，需要我们的接纳，需要我们的拥抱。所谓的爱、接纳、拥抱，其实就是关注，是注意力。因为注意力决定能量的运动方向，我们越关注那些被冻结的部分，能量越朝它们流向，它们就慢慢地被融化。随着它们的融化，我们内心里的恐惧减弱，安全感增加，外界世界我们的各种难题自然而然很顺利地被解决，我们变得很有运气。02劳累者。所谓的劳累者，就是按照错误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。何为错误的生活方式呢？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得到好的态度和好的评价上面上。其实从外界寻找好的态度和好的评价，就像梦里喝水一样，看似喝水了，但不解渴，也像把不产牛奶的牛使劲挤一样，是无用功。他们以为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了好的态度、好的评价，才能变得有价值。为了得到可怜的那么点点好评价和好态度，很多人做很多荒谬的事儿，浪费自己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就这么生活下去。突然有一天会发现，自己失去的远远大于自己得到的，那时候可能都迟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注意力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我们关注什么，注意力放在哪儿，直接决定能量的流动方向，能量就决定我们的成果。所以珍惜自己宝贵的注意力，谨慎地决定自己关注什么，不关注什么。想象力象征着我们的第三个眼睛，你必须先用自己的第三个眼睛来去看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，这样马带你去你想成为的样子。如果你没看见你的目标，马带你去马自己熟悉的地方，马熟悉的地方可能不是你向往和喜欢的地方。所以多用自己的第三个眼睛来多看看自己梦想中的自己吧。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口号喊了1000年，可真正能撕开命运铁幕的人永远是少数。大多数人只会抱怨我命不好，却从没想过命运到底是什么。它真的是不可撼动的宿命吗？实际上，只有命是先天，
不可改变的，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长成什么模样，智商高不高，身体健不健康，这些都是老天爷发牌，你没法选。但运不一样，它是后天可以改变的。时代背景、环境变化、人际资源、机遇出现的频率，这些都可以靠自己去撬动的。命是定数，而运是变数，前者决定你的起点，后者决定你的终点。那么具体要怎么撬动运这个变量，老祖宗早就把方子开好了。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六名七享八敬神，九交贵人十养生。这句话背后既藏着命运的底层逻辑，也藏着改变命运的7个维度。01提升气场，你是什么人，就吸引什么命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走进一个房间，立刻能感知到某个人的存在感，和一个人聊天，即使他沉默，你也能感受到压迫感。这就是气场、能量场的外部投射。一个畏畏缩缩、眼神闪躲的人，机会见了都会绕道走；而一个自信沉稳、眼神坚定的人，贵人、资源会自然向他靠拢。那么，如何提升气场？读书、健身、冥想、社交、演讲，不断突破舒适区，这些都是锻造气场的方式。第一步，可以从假装强大开始，先让自己看起来像赢家，才能真的成为赢家。心理学就有个假装效应证明，当你持续模仿强者的行为模式，比如挺直腰板、放慢语速、减少小动作，大脑会逐渐接受我是强者的设定，气场自然提升。就像演员演戏，演着演着就成了角色本身。改变命运的第一步，不是换风水、拜神仙，而是先改掉你身上的穷气、怨气、戾气。02反因循，跳出穷人思维的陷阱。什么是因循？就是那种大家都这样，我也就这样的心态，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社会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一辈子困在既定轨道里，像驴拉磨一样。正所谓因循守旧，这也是大多数人之所以平庸的原因。用稳定安全传统包装，主动放弃选择权。殊不知，社会最喜欢给人类设 deadline，30岁前要结婚，35岁前要当管理层，40岁前要有房有车。但真相是，所有应该都是顶层资本设计的陷阱，让你没时间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你焦虑，不是因为你落后了，而是因为你还在用别人的时间表衡量自己。真正要掌握命运，就要学会反因循。就像商鞅变法，放着好好的井田制不搞，非要搞郡县制；放着世袭爵位不用，非要搞军功授爵。当时多少人骂他离经叛道，可正是这套反常规的操作，让秦国从边陲小国变成虎狼之师。放到现在也一样，那些白手起家的大佬，哪个不是在别人说不可能的时候偏要试试？但真正的反因循，不是叛逆，
而是清醒，是你看清了大多数人走的路其实是一条下坡道，于是你决定换一条更陡、更苦但更有希望的路。这条路没人陪你走，也没人给你鼓掌，但你知道，你不拼，没人替你赢。所以说，想改命，先问问自己，你敢不敢和大多数人反着来？03，行善积德，福报是隐形的复利。别以为行善就是装模作样去寺庙烧香、捐款，做点好事，然后等着老天爷赏你个好命。真正的行善积德是一种底层逻辑的转变，是你对世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彻底重构。很多人混得惨，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人品烂。他们嘴上喊着要翻身，可干的事却全是损人利己，偷奸耍滑，占小便宜。你以为老天瞎了眼，其实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配什么样的命。什么叫行善积德？不是你捐了多少钱，也不是你做了多少表面的好事，而是你有没有一颗真正替别人考虑的心。记住，不是盲目当老好人，而是利他思维，智慧布施。因果律的底层逻辑是能量守恒，你向外释放的善意终会以某种形式回流。你帮同事解决一个技术难题，表面看是吃亏，但对方可能在未来成为你的合作伙伴。你给陌生人指路，表面看是浪费时间，但对方可能是你未来的客户。你捐款给穷人，表面看是钱打水漂，但对方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。当然有人会说，我善良了，反而被人欺负，那是因为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善。善良不是软弱，不是无底线的妥协，而是有原则、有底线、有锋芒的。记住，善良要有牙齿，德行要有力量。04，理解因果。所有命运都是选择的总和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，也没有莫名其妙的倒霉，一切都是因果。你以为你今天过得不好是命不好，错，是你之前种下的因，现在结了果。想翻身转运，先回头看看你自己干过什么，说过什么，想过什么。就像种地，你春天不播种，夏天不除草，秋天能收个屁。你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过去错误选择的代价，而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红利。没有人能跳脱这个规律，你能做的只有提前布局，种下好因。就像乔布斯，你以为他是突然开窍做了苹果，错，他在大学辍学后自学书法，研究设计，泡图书馆，整整10年的沉淀，才有了后来的iPhone革命。理解因果的人才能掌控命运，所以别急着问为什么我不成功，先问问自己，我做了多少值得成功的努力。05，向内求，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。很多人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是怪别人，怪父母没给资源，怪老板不赏识，
怪同事不配合，怪社会不公平。殊不知，你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第一因，外部的一切都是你内心的投射。就像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，你抱怨没遇到贵人，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不是贵人体质，贵人凭什么帮你？你有什么价值？你抱怨没机会，可能是因为你没准备好，机会总是伪装成麻烦出现，而你选择了逃避。你抱怨命运不公，可能是因为你没看到自己的认知漏洞，你眼中的不公，可能是别人用汗水换来的公平。说白了，大多数人失败，是因为总想改变别人，抱怨环境，却从不反思自己。真正的强者，永远先调整自己。因果倒推，遇到挫折，不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问我做了什么导致这个结果，不问机会在哪，而是问我能为机会准备什么。06，保持低调，闷声发财才是王道。枪打出头鸟是老祖宗的生存智慧。你刚赚了点小钱，就恨不得让全村人知道。恭喜你成功吸引了3种人：想借钱的亲戚，想割你韭菜的骗子，想看你摔死的同行。真正的高手，钱都藏在裤兜里，刀都别在后腰上。但很多人总爱反着来，有点成绩就炫耀，有点钱就显摆，有点权就张扬，结果炫耀引来嫉妒，显摆招来算计，张扬招致打压。要知道，人性最大的恶，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。你越张扬，阻力越大，越低调，反而路越顺。认识一个企业家，公司刚融到 A 轮，就开着豪车到处炫耀，结果被对手抓住税务漏洞举报，不到半年就破产了。反观另一个老板，身家过亿，还骑着电动车上班，员工犯错他先骂自己没教好，遇到行业寒冬，供应商主动给他赊账，客户提前打款，硬是扛了过来。就像《道德经》说的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越是成功，越懂得低调做人。但这种低调不是懦弱，而是用弱者姿态保护自己。07，自我重塑，杀死过去的自己。改命的最高境界是彻底重塑自己，从认知到行为，从习惯到性格，从价值观到人生观。举个真实例子，一个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，性格自卑，工作平庸的朋友，30岁前一直在换公司，换女友，换城市，结果都是失败收场。有一天他意识到，问题不在外界，而在于他自己。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不行，别人看不起我，我运气不好。于是他开始读书，写日记，刻意训练表达能力，逼自己面对恐惧。3年后，不仅成了团队骨干，还有了稳定的家庭。这就是重塑自我的力量。你要杀死过去的自己，才能重生。就像电脑系统崩溃了，光修几个软件没用，必须重装系统。别信什么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人是可以重塑的，
就像橡皮泥，想捏成什么样，全看自己下不下狠手。怎么重塑自己？3个点：破，打破对自己的幻想，看清自己的弱点；恐惧，借口力，建立新的价值观；行为模式，目标体系链，用行动去锤炼新的人格，让新习惯变成肌肉记忆。就像原子习惯说的，改变习惯就是改变人生。你完全可以像换衣服一样，换掉旧的思维模式、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。这世上只有2种人，一种人把命不好当终点，另一种人把它当起点，主动出击，把坏命改出好运来。你不主动改命，命运就会一直修理你。但改命也不是跟老天爷较劲，是跟自己的懒、怂、蠢较劲。那些说改不了命的人，要么是懒，要么是怂，要么是又懒又怂。命是老天发的牌，运是你打牌的技术。说到底，命运从来不是玄学，而是门技术活。你不只要学会拆解命的定数，更要学会撬动运的变量。从今天起，提升气场，打破因循，广结善缘，敬畏因果，专注自身，低调前行，不断进化。记住，命运从来不是外在于你的力量，而是你与宇宙互动的结果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为了让你早日觉醒，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郑重地打出我就是观察者与创造者，让这句话成为你改写生命剧本的印记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强大的力量，而这一切正等待着被唤醒。当你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，世界的规则、命运的轨迹将不再束缚你。你不再是生活的旁观者，而是它的创造者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